多肉长胡子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榕树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气根。你每次看到气根，就以为多肉有毛病了。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教你诊断气根。主流说法就是长气根是因为缺水。那你想，我的多肉明明不缺水啊，怎么还长气根呢？今天就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有些品种的多肉，它就有长气根的爱好。比如红之玉、淡雪，有事没事它就爱长气根。还有个重点你要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多肉出现气根，首先去检查杆子是否健康。如果杆子枯萎了，就会从上部开始发出新的根系，这时候你帮它从上面下来，重新插进土里，又是一颗好肉。如果杆子看起来没问题，我们来检查一下根系。怎么检查？给它浸盆或浇透。第二天，如果它能够饱满起来，那说明它的根系是有效吸水的。反之，则根系出现问题了。还有一些情况也容易出现气根，快去拿笔记好。第一，刚种下尚未浮盆的多肉；第二，夏天刻意控水断水的多肉；第三，刻意控氧的多肉。气根其实是多肉的一种繁殖方式，野生的多肉大都没有办法完成授粉。它们就群生的一个头长出2条腿，开始向外走。当其中一个头的气根开始喝上水，它就会选择自立门户啦。不想群生变散群，切记要及时清理气根哟。让我看看你的天线宝宝吧。就想问问你们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多肉无良商家能睡着觉吗？我真的是要被你们给气笑了。前几天我专门上网想买一盆药景多肉，我就想看看药景到底能不能养活。我去拼夕夕上看商家给的图片长这样，结果发过来我一开箱都懵了，他发过来的居然没有药景。现在商家他给你卖药景多肉，连药都懒得打。我去找商家理论，他跟我说有颜色的就是景。我说这玩意儿是叫上色，这不叫景。他不承认，他非要说你不信你就去别人家问问。感情是你们商家都沆瀣一气是吧？都卖这种不是景的景，买都买来了，就只能给他重新修根换盆咯。一般带盆土发来的多肉，还是建议大家把自带的土都给它处理掉，因为一般大棚里养殖的多肉，它很难保证土里面没有细菌或者虫卵。推荐你们买一个尼龙刷，用来清理土非常方便，而且不会伤害到多肉的主根。选择大小合适的盆，放上防漏网，配置好的颗粒土，用水将它打湿，倒进盆里，多肉的毛细根都可以修掉，主根留1到2厘米就可以了。将根系周围的土压实，这样方便固定植株。过程中还可以用镊子插一插，让土壤更紧实，紧实的土壤更利于发根。发现土下沉了，可以及时添上。是不是看起来觉得很挤？其实养多肉不一定要追求大盆，小盆更好上状态，更方便你控水控型。盆太大的话，盆里的基质干的会比较慢，这样多肉黑腐的风险反而会增加。新换上的颗粒土其实只有30%的泥炭土，里面的营养也足够它爆盆长大。一定要把土壤压实，尤其是这种拼盘种植的多肉。关于浮盆期怎么浇水，可以往前翻一翻。种好以后放到通风散光处，等它自然发根。下期讲配土和控氧，再见。多肉的小苗该如何养大？多肉养护答疑第3期，要不要给多肉小苗养绿？变黄变红会不会不容易长大？减少照灯的时长，能把多肉养壮实一点吗？多肉想要养壮实，充足的光照非常重要。光合作用相当于在给多肉吃饭，浇水、施肥、通风，本质上都是为了让多肉好好吃饭。饭都不吃，怎么长胖长壮呢？多肉长大不能单纯的看冠幅，越来越粗的杆子和越来越肥厚的叶片也是成长的证明。多肉小苗到底如何养壮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1. 充足的光照，在不晒伤小苗的前提下，日照时间不要低于8小时，日照强度不要低于2万 lux。2. 充足的水分，小苗可以不用等到它的叶片发软，只要土壤干透就可以给它浇透水，保持一个良好的生长循环周期。3. 适宜的温度，夏季的高温、冬季的低温都会影响小苗的生长速度，春秋季是最适合小苗长身体的季节。下面还有3点也很重要，千万别错过价值10头蜜珠。4. 合适的配土，多肉小苗的根系孱弱，颗粒比不要超过50%，颗粒的尺寸选2到4毫米或者更小，软颗粒的比例尽可能的高一些。施肥不是必须的，生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盲目的施肥不但不能促生长，还可能引起烧根僵苗。切记在合适的季节用正确的方式适量施肥。6. 及时移苗，发现小苗的生长缓慢就给它换稍微大一点的盆，更利于小苗的生长。多肉带娃你学会了吗？戳这里你想问的全都有。我在南方桂花乡，你在北方白雪阳。南方的多肉还没上色，北方的多肉就要过冬了呀。寒冷的冬季，多肉还需要浇水吗？冬天多肉该如何浇水？12年养肉老司机，一个视频给你讲清楚。多肉的气温警戒线在4摄氏度。
当气温高于4度的时候，多肉就是安全的；当气温低于4度的时候，户外的多肉就有霜冻的风险。这个时候必须停止浇水。多肉植物身上含水量较高，多肉植物的生死线就在水结冰的0摄氏度。一旦植物细胞内的水结冰，植物的细胞就会受到不可逆的伤害，不仅仅是叶片，包括主杆和根系。一旦气温低于0度，一定要把多肉挪到相对温暖的地方，再考虑浇水的问题。那气温高于4度，是不是就可以随便浇水啦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4到15度的时候，多肉还可以正常生长，但是生长的速度会变得非常缓慢，俗称休眠期。多肉的叶绿素会越来越少，花青素或胡萝卜素会积累的越来越多，正是多肉美丽上色的好季节。这样的气温下，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多肉浇水口诀来给多肉浇水。肉软了再浇水，浇水就要浇透水，浇完还要吹吹风，接水盘里别积水。浇水的时间点尽量选在温暖的白天，这样多肉喝水效率较高，土里面不容易积水哦。对了，肉软了是可以浇水，不是必须哦。冬季湿度低，干得快，但是冬季浇水切记宁晚勿早。多肉冬季浇水策略你学会了吗？下期讲多肉防冻指南。多肉生根粉发根实验，半个月过去了，结果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哦。这是半个月前不同机制、不同生根剂对比实验图。下面一起来看第1阶段成果汇报。第一排使用耐乙酸，第1颗有消耗，没有发根；第2颗一样没有发根；第3颗也没有发根。第2排使用植酸，第1颗已经看到白白的根系啦，第2颗叶片开始消耗，但是没有看到明显的根系，第3颗看起来有点萎缩。第3排使用 HB101，第1颗尚未发根，第2颗有小小的根系，叶片也在持续消耗，第3颗有一个特别小的根系。最后再来看看自来水对照组，第1颗就有发根呢，第2颗也发根了耶，第3颗也发根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发根率最高的竟然是自来水。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？最重要的在后面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这个阶段多肉没有根系，只能靠叶片吸收，土质对多肉发根的影响在这个阶段几乎没有。我每一次会把促生根剂按比例溶水之后浇到叶片、根部以及土壤中，浇水的时间间隔大约是1周1次，期待它们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发根情况会有所不同。快来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看好的那颗肉发根了吗？再说说你现在最看好哪一颗呢？多肉叶叉到底哪一种养护方式发根发芽最快呀？12年养肉老司机玩叶叉的瘾可大了，这次直接搞了100片奶茶叶片，做实验给你看呢。第一步，先检查一下叶片的状况，如果有化水的、受伤的，我们就把它挑出来。重点检查叶片的生长点，像这里有一块伤疤的，生长点就不是特别完美，但是也能叶叉成功，这就是完美的生长点啦。第一组25片空气发根组，把叶片平铺在豆芽盘上，让生长点可以照到光，并且保持良好的通风。我们既不给它浇水，也不给它喷水。第2组水釉组，矿泉水瓶子，用电烙铁挖几个孔，叶子大，所以孔也要挖大一点，装一些清水在里面，将叶片的芽点朝里插进去。这个造型还是有点好笑。第3组土培组，将叶片的芽点45度角插入土里，这里的叶插土用的是这样的配方。叶叉多肉的配土，一来泥炭的比例不能太低，不利于保水；二来颗粒的尺寸不能太大，不利于根系扎根和小苗的后期生长。第4组，直接将叶片平放在土上，让叶片的生长点都可以接触到土壤。网上还有许多姿势，什么侧躺式的、倒插式的，大家也可以多尝试啊，找到适合自己的叶叉方式。土培的2组记得让土壤保持湿润哦。猜哪一组发根发芽最快呀？评论区等你哦。安亲儿的家人们，我1月13号播的种子，过去10天打开一看，什么都没有。仔细看一看，还是没有。盖了膜，照了灯，开了暖气，别忘了。哎呀，我知道它发的芽很小，不用你提醒我，我会把它放大放。哎，我看到了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我还看到其他种子变成了小逗号。10多天了，就翻了这点，不圈都看不见，
甚至还有叶片化水，是不是这个膜盖得太严实了？把它去了吧。天哪，20天过去就长了这么点呀！他们说15天就可以长一大堆。唉，第25天，第29天，第32天，第36天，到了第41天，终于有个别长出来一些针叶，也不算完全翻车吧。作为最佳反面教材，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犯的错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给多肉的种子提供合适的温度。播种后的最开始5天，我的室温只有5度到10度，这个温度种子根本不可能发芽，所以真正发芽的日期应该是从挪到室温20度左右的地方才开始计算，最合适的温度还是20到25度。第二个就是达到一定的发芽率之后，白天一定要给它开盖透气，我就是想让它多发芽，反而给它捂的都长毛了。第三个就是千万不要涂蓝闪石，能点播的还是点播，这么胡乱的撒一片，长得确实太密集了。下次记得来看移苗哦。空气发根、水釉发根、颗粒土发根，到底谁是发根终极大法？12年养肉人带你看42天实测结果。42天前选了9棵冰玉群生，分为3组，一组水釉发根，一组空气发根，还有一组颗粒土。第一组水釉发根，对比一下20天前，现在的根系长得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空气发根组，我们也和20天前来对比看看，根系也多了1倍还不止。第3组土培的，已经有2颗浮盆了。谁能想20天前还寥寥无几？3组放在一起对比，空气和水釉发根感觉差距不明显。土培的优势就是可以直接浮盆，我们把杆子上的气根去掉，只留主根上的有效根，再来看看效果。3组放在一起对比看，空气发根的多肉根系长出来了，但是喝不上水，反而刺激多肉加快速度消耗叶片来发根。水釉发根的多肉在潮湿的空气中能少量的吸收水分，根系长得更加粗壮。土培的多肉在根系发出来喝上水之后，可能就会开始偷懒啦。总结一下，只有让多肉感觉口渴才能发根，别再焦虑发根以后不浇水根系会不会枯死。发根最终是为了浮盆，如果根系无法抓土喝水，再多的根系都是耍流氓。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下面我们来给他们都填土上盆，来看看在空气中张牙舞爪的根系到了土里能不能及时上岗呢？你猜猜他们多久能浮盆？因为多肉是懒人植物啊，别傻了，想要养好多肉一定要看过来。用我12年的养肉经验告诉你，想要养好多肉，首先要理解多肉。商家告诉你，只要把它放在窗台，它就可以长得很好，都不用管。结果呢，要么涂成窜天猴，要么摊成大菜饼，要么就直接个屁。多肉是植物啊，植物也要喝水，也要吹风，也会生病，这些你要不要研究？我问你，这些你要不要学？你买了多肉又不学养护，伤害了钱包还伤了心。学习多肉养护，第一步其实很简单，跟着乔伊斯，新手养护不踩坑。首先，没顶的比有顶的光照好，阳台比窗台光照好，阳台外面比阳台里面光照好，落地窗比小窗户光照好。实在没有光，你就只能接受它变成长颈鹿或者大菜饼。土长是缺光，因为它晒不到太阳，它只能伸长脖子去够光啊，不然呢？还有一句话，养多肉和做人一样，越被说懒人专属，你越是要清醒一点。你不去拆穿谎言，你就永远被割韭菜。我就问你，到底想不想把多肉养好看？养护问题赶紧来提问吧。养的多肉，养一盆死一盆。说好的懒人植物咋成了周抛？你觉得难养，是因为被误导。用我12年养肉经验告诉你一个残酷真相。你总听说多肉是懒人植物，你以为什么也不用做它就能美丽灿烂。商家为了割韭菜毫不犹豫地套路你，你就相信啦。他说多肉能出什么颜色的状态，你也相信啦。多肉的原产地在大戈壁贫瘠的沙石地带，虽然多肉本身不娇气，但是它原生的环境和你家里的环境大相径庭。扎心了，原来是乡愁啊乡愁。下面说的可太重要了，你一定要牢牢记住。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大戈壁什么样的？大
风呼呼的吹，鱼半年下不了一点，太阳更是1年300多天日光浴。那你想要多肉健康美丽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通风，空气要流动起来的通风，日照的时间够长，日照的强度也要够强。大戈壁可没有玻璃窗啊，大戈壁上也没有人天天给你滋水，这浇水呀，该懒还得懒。你的土也要像大戈壁上不能积水哦，只要土干得够快，微生物繁殖的速度就跟不上，化水黑腐 easy go， 否则的话就别怪你的多肉视死如归呀。多肉不难养，降低心理预期，多一些科学理性的克制，你一定可以养出绝美多肉。在评论区晒出你难养的多肉吧。猜猜这是啥？打开看看，锵锵锵锵，原来是老网红生石花。这次买了个切糕，今天就来给它移苗上盆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把它整体都倒出来，检查一下土质是否松软。这个土还是比较松软的，如果遇到那种板结的比较厉害的，可以先给它泡泡水，让它疏松开来，这样不会伤害到多肉的根系。第二步就是把植株一个个掰下来，然后用手轻轻的把上面的土给搓掉，可以借助镊子或者小刷子之类的，这里的土质还是比较容易搓掉的，这样就可以脱土成功了。接下来我们加快速度，把所有的生石花全部都给它脱土出来，摸一摸看看有没有漏网的，给你们看看这爪子。咦，把这些先拿去冲洗一下，洗干净了，给它们倒出来晾干水分。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开始给它修根。生石花修根只要留主根 0.5 到1厘米左右就可以了，其他的都给它剪掉。提前泡好吸饱水的小苗土，把晾干的生石花一颗颗插进去，插啊，天哪，给它插破了。我还是给它先挖个洞吧，再换一个不那么锋利的镊子啊，这样好多了。然后我们把每一颗生石花都种上。这么看的话好像不是很整齐哈，就这样吧。收工，下期见。